特朗普遇刺不到24小时，就于当地时间14号飞抵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15号起一连4天举行，最重要的议程就是提名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谁将成为特朗普的搭档？为迎战特朗普，拜登竞选团队又做出哪些策略调整？来看看报道。We're standing outside the Pfister Hotel in Milwaukee, where Donald Trump we were told, supposed to stay when he's here. Unclear if this will be the venue, as the Secret Service and state and local authorities begin expanding the security perimeter around this convention. 15号至18号，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一连4天在密尔沃基举行。在宾州集会上遇刺的特朗普，14号已经抵达下榻酒店。他的竞选团队表示，特朗普身体没有大碍，精神状态良好。他将在大会最后一晚，也就是18号压轴发言。但美媒透露，由于在宾州遇刺，特朗普很有可能在全代会上发表不止一次讲话。共和党全代会汇聚全美约5万名代表，首场会议于周一中午12点45分开始，主要的演讲将于每天晚上发表。演讲者包括党内知名议员、电视名人和特朗普的家人。与上次竞选不同，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颇为低调，不会在大会上发言，但他的2个儿媳担起助选重任，尤其是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联席主席的拉拉特朗普。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在演讲者之列，但特朗普的妻子梅拉尼亚将和他一起出席。被指这是梅拉尼亚在竞选活动中罕见的一次露面。这位美国前第1夫人自离开白宫后一直非常低调，但在特朗普遭遇枪击后，梅拉尼亚在社交媒体 X 上发文称，特朗普是一位慷慨而富有爱心的人，我与他一起经历了最好的时代和最糟糕的时代。之后，他又与拜登的妻子吉尔通话。另据多名了解大会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共和党内一些重磅人物尽管没有出现在发言名单中，但会惊喜亮相。阿肯色州参议员科顿将在黄金时段露面。此外，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也会发表演讲。他曾被认为是特朗普的最有力挑战者，但德桑蒂斯在今年初退选后迅速加入支持特朗普的阵营。而特朗普的党内劲敌黑利也受邀在大会上发言。今年的共和党全代会最重要的议程就是投票提名该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已在2429名具有投票权的代表中锁定2200多张支持票，他将在18号的演说中正式接受提名。外界将更多关注的目光聚焦在特朗普副手人选上。按照惯例，副总统候选人一般会在大会倒数第2天及周3晚发表讲话。最有可能4人分别是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北达科他州州长伯格姆、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以及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斯科特，他们都将在大会上发言，但时间未定。What I can confirm is that we do have a slot for the VP nominee alongside Donald Trump to speak before he does. Let me make sure I got this. Whoever the VP is going to be, they're going to speak before Donald Trump at the convention on Monday? They will be speaking in one of the days leading up to Donald Trump's acceptance of our party's nomination.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副手的热门人选都曾与他对立，之后改变立场，选择支持他。分析称，这些人各有优势，其中伯格姆曾试图挑战特朗普，与特朗普原来的副手彭斯很像，他能帮助特朗普招财，而且不太会抢特朗普风头。而万斯是新一代保守派的代表，作为80后的他，能给选举注入年轻力量。万斯曾多次猛批特朗普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但后来改口称赞他。值得一提的是，反华急先锋卢比奥也在热门人选名单中，但外界认为他优势不大，与特朗普关系疏远。特朗普上月底在首次电视辩论前透露，他已拿定主意副手人选，只不过没人知道是谁，包括副手本人。特朗普选择的首要标准是此人是否有能力在他结束第2个任期后接班。 My gut says he's kind of leaning towards Doug Burgum, again, just as a governor, someone who can be very strong. He has a very strong presence, but is not someone who's going to be outshine former President Trump,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thing. I think it is the risk of Marco Rubio. He can, when he turns it on, he can really shine and garner a lot of attention. J.D. Vance has shown that he's pretty savvy in terms of drawing attention himself. Doug Burgum's a little more under the radar. 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党全代会今年召开的地点密尔沃基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民主党的据点。
而共和党早在2022年就选定大会在这里举行。分析指出，威斯康星是特朗普的福地，也是伤心地。2016年，他在这里取得险胜，但2020年却以微弱差距输给拜登。在当前特朗普与拜登民调差距只有3%的情况下，威斯康星州的风向标意义十分显著，是拉拢中间选民、扩大领先优势的极佳场所。有分析称，特朗普在宾州遇刺之后，共和党获得了舆论的主动权。报道还指出，拜登在搞砸首场电视辩论后，实际上有多次机会弥补和挽回形象，比如接受多家知名电视媒体直播专访，以及在北约峰会期间举行的个人记者会，但没能如愿。如今球踢到特朗普一边，能否通过造势和煽动吸引更多选民，就看共和党全代会。 We spent the last 14 days talking about nothing but President Biden's debate performance and his ability to perform the job he's seeking to hold for another 4 years. Now the attention shifts back to President Trump. 也有舆论认为，特朗普遭遇枪击案这只飞入美国大选的黑天鹅，对于拜登竞选团队来说未必是坏事，因为他帮助转移了焦点。现在，拜登和特朗普都争相传达团结信号。拜登在特朗普枪击事件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就撤下竞选电视广告，并暂停其他政治宣传。拜登的一系列反应迅速的举措，的确在舆论上收获了一定程度的好感。美国多家媒体评论称，拜登暂时放下选举带来的仇恨，对竞选对手表达慰问，以及承诺严惩暴力、加强公共活动的安保，体现出他作为美国总统的担当。Try to unite. Of course, we know, though, that this comes at a point when this country is deeply divided. The president, though, trying to lower the political temperature. Shortly after that, late last night, the president did finally connect with Donald Trump, the two of them speaking on the phone in a call that's been described to me as good, respectful, but short. 7月15号，新华社发布重磅纪录片《领航新征程》。纪录片表示，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10多年来，习近平引领改革全方位展开，向纵深挺进，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纪录片从1978年，当时还在上大学的青年习近平，陪着母亲来到小岗村所在的安徽滁州调研包产到户说起。当时来，我记得一本那个笔记，我还做收藏着，印象很深刻，因为这是我改革开放以后接触农村的，可以说是这个改革的第一课。纪录片介绍，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23天的习近平，首次离京赴外地考察，就来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党中央做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的话呢，要有新开拓。要上新水平。纪录片介绍，习近平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也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第1制造业大国，但长期积累的问题也逐一显现。11届三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加入 WTO 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2位数的增长。一个经济体经过那么多年的高增长以后，不可能再继续这样高的增长，资源不允许，要有比较大动作的体制改革。201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了一项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决策，党的18届三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习近平亲自担任文件起草组组长，那一年他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推动这样的改革，我们必须能够集中我们的力量，所以成立了一个改革领导小组，由我担任组长。我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统筹规划，推动落实。一项项阻力重重、牵涉深层次利益的改革接续启动。作为一位从基层成长起来的领导人，习近平深知推进经济领域改革已迫在眉睫。改革不容易的，因为这些产能背后还代表着很多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还有就业、税收，这背后都是人
当时的中国产业的发展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状况，不做出突破的话，我们就会被永远地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唯一的选择，那就是结构性的改革。纪录片回顾了中国新能源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几十年来，中国汽车一直在向高端制造领域努力。汽车产业政策几经改革，想通过合资以市场换技术，但效果并不理想。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1大汽车销售和生产国，但是我们零部件企业呢，95%以上都被西方化工公司所控制，市场的控制权、话语权，甚至汽车的定价权呢，全都由跨国公司决定。2014年5月，习近平到上海汽车集团考察时，主动提出体验和乘坐最新的插电式混动的行政级轿车，首次提到了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面对新能源汽车产业起步时的一系列困难，习近平以改革破题。实际上，我们在发展新能源的时候，我们和欧洲的这个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站在一个起跑线。从电池到充电桩，大到市场准入，小到一张车牌，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改革政策全面系统，而且不断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动态精确调整，可以说为发展新能源汽车做好了一切准备。改革一子落，发展满盘活。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近950万辆，占全球比重超过60%。全年出口汽车491万辆，居世界第一。自主品牌市场份额达52%，首次超越合资车。汽车强国的梦想正在逐步实现。当习近平引领中国持续推进各领域改革时，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不断加大。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铝箔的产品来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关税。2018年9月，美国政府落地实施对从中国进口的约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仅仅1个多月后，习近平亲自谋划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我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013年9月29号，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浦东正式挂牌成立，向世界公布外商投资特别管理措施及负面清单。在习近平的推动下，负面清单越来越短，条目由190项缩减到27项，清单位列，企业就可以大胆去做。10年来，负面清单每一条的缩减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上海自贸试验区累计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4万家，累计吸引实到外资586亿美元，这相当于每1分钟就有1万美元的实到外资到账。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放眼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引领全面深化改革，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我国制度优势充分发挥，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终身的信念。从小就喜欢游泳的习近平，常把世界经济比作大海。从人民中走来的他，将自己的人生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引领新时代的中国在巨浪中搏击前行。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党的20届3中全会大幕开启，新的改革蓝图即将绘就。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在习近平的带领下，不论面对何种风浪，中国都将在改革的大道上勇往
值钱。